这一刻，见惯了生死的吴书航，忽然有些兔死狐悲的感受。也是这一刻，他忽然意识到，袁承泽死了，而自己之所以还能活着，绝不是因为英主对自己法外开恩。按照英主的观点，自己被人为了重塑丹这件事，就是打了他的脸。他一定是希望这件事永远不要浮出水面，杀了自己和袁承泽，其实是最好的解决方案。而袁承泽死了，自己还活着，究其原因，应该是自己哥哥刚失踪不久，英主一时间也不敢再杀自己，否则军心涣散，反而得不偿失。什么吴家祖宗，说到底，吴家人的性命还不如他的颜面重要。就在这时，吴天林忽然在视频那头说道：“书航，你切记，此生不得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甚至包括你的家人，要将这件事长埋心底，不得对外吐露半字，否则危及的不止你一人性命。听明白了没有？”吴天林的话让吴书航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这不但是要让自己闭嘴，而且是拿自己家人做威胁。一旦自己真把这件事泄露出去，恐怕会被满门抄斩。吴书航心中愤恨无比，但也不敢有任何表现，连声道：“祖爷爷放心，孙儿一个字也不会对外说。”吴天林嗯了一声，道：“你们右军都督府应该都已经撤到西班牙了吧？”“对。”吴书航道，“都已经撤过去了。”吴天林道：“我稍后给你弟弟吴书汉说一声，让他即刻起走马上任，然后派人把你接回去。”吴书航忽然有些慌乱地说道：“祖爷爷，孙儿想即刻就离开这里，这个鬼地方，孙儿是一刻也不想待下去了。”吴天林道：“你现在已经暴露，自然不能随便行动，万一对方盯着你，顺藤摸瓜的找到右军都督府的新驻地怎么办？”吴书航忽然想到叶晨之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哭着说道：“可是孙儿如果留在这里，万一那个王八蛋又找上门来，又给孙儿塞一颗重塑丹怎么办？到时候孙儿恐怕又要被斩断双手。孙儿真是怕了啊，祖爷爷，这哪是人遭的罪？”吴天林下意识道：“怎么可能？这么珍贵的重塑丹，他给你一颗已经很离谱了，哪里还会再给你一颗？”吴书航慌乱地说道：“祖爷爷，孙儿怕啊，那家伙完全不按套路出牌，我看他把重塑丹塞给我时的表现，他根本没有半点心疼啊，就好像那东西一文不值似的，不按套路出牌啊。”吴天林沉吟一声，随后想了想，开口道：“这样吧，你现在立刻去医院，去卡萨布兰卡最大的医院，去了就跟医生说你自己不小心出了事故，双手被机器斩断，让医生收你住院治疗。”住院？吴书航愣了，疑惑地问：“祖爷爷，孙儿若是去住院的话，那行踪岂不就直接公诸于世了吗？”吴天林道：“你现在跟公诸于世又有什么区别？人家还不是说找你就找到你了，在人家眼里，你早就已经没有任何伪装了，只要你别回右军都督府，在哪里都是一样。”吴书航道：“您说的对。”吴天林又道：“你先去医院住院吧，就当是疗养身体了，而且你放心，一旦你进了医院，伤情被医护人员掌握，并且登记在你的病历之中，那人绝对不会再去为你重塑丹了。”吴书航没反应过来，下意识问：“祖爷爷，您为什么这么肯定他不会到医院给我吃重塑丹？”吴天林道：“如果他真这么做了的话，那你就会在卡萨布兰卡的医院里长出2只手来，紧接着这件事情就会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医疗奇迹，足以震惊全世界的医学界。全世界所有外科医生，甚至所有的医生以及人类相关的科学家，恐怕都会到卡萨布兰卡去，看一看你究竟是如何实现断肢再生的。说不定美国人会把你秘密带到美国研究，到那个时候，全世界都会知道修士和丹药的存在，甚至全世界的权贵，甚至那些手握重兵的军阀，都会不顾一切地争夺这种丹药。你觉得他会为了捉弄你，冒这么大的风险吗？”吴书航回过神来，立刻道：“祖爷爷说的有道理。这么说来，
现在对孙二来说，最好的庇护所就是医院了。既然如此，那孙二这就去。吴天林嘱咐道：“去吧，你这几天也确实受苦了，身体肯定也有很大的折损。最近就在医院安心疗伤，我会通知你弟弟，让他在时机合适的时候再想办法接你回去。如果短时间内时机不成熟，你也不用着急，就沉住气在医院待着。”好，吴书航点头说道。孙儿明白了。行了，吴天林道，快些去吧。吴书航挂了电话后，用双脚艰难地将自己被斩下的左手塞进了袁承泽的衣服里，随后立刻找来摩尔贸易的董明超。当董明超见到现场惨状时，整个人惊得无以复加。吴书航没工夫跟他解释，只是命令他道：“你什么都不要问，先让人把袁参江的尸体带走处理掉，记住一定要处理得干干净净，不要留任何线索。另外要叮嘱负责处理的人，最好用生化级别的裹尸袋把尸体裹起来焚烧，然后掩埋。袁参将是受命服毒自尽的，他的毒药比你们的毒药毒性强得多，碰到皮肤会有生命危险。”董明超不敢多问，立刻说道：“好的，大都督，我这就安排。”吴书航又道：“你亲自开车送我去卡萨布兰卡最大的医院，我未来几天要在医院接受住院治疗，到时候我会告诉医院我受的是工伤，你以我老板的身份替我垫付医疗费，记得给我选个单独病房。”董明超连连点头：“大都督放心，属下明白了。”吴书航用还勒着腰带的手腕比划了一下地上那把长剑，道：“这把剑你负责收好，一定要严加看管，丢了是要掉脑袋的，明白了吗？”董明超一怔，赶紧道：“明白。”当晚，卡萨布兰卡最大的医院收治了一名严重的伤者，该伤者双手在事故中尽失，而且据他所说，双手都已经被机器碾碎成肉渣，完全不具备重接的可能。鉴于他的伤情严重，医生立刻为他处理伤口，并且给他输血以及抗炎类药物，以避免创面感染。虽说这种伤不可能完全恢复，但毕竟失血过多，创面较大，医生理所当然地收他住院治疗。好在他的老板很有良心，花钱给他要了一间条件最好的独立病房。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吴书航终于算是松了口气，虽然2只手都没了，但他也知道自己身上的倒霉事就此也算是落下了帷幕。而此时罪魁祸首叶晨已经与李亚林一起乘船离开了卡萨布兰卡，前往海峡对岸的西班牙。不过叶晨和李亚林去西班牙的目的并非为了右军都督府，而是打算用西班牙作为一个中转，换个身份飞回北欧。船在海上航行的时候，李亚林通过卫星收到了 AI 发来的预警。他对叶晨说道：“叶先生， AI 通过人脸识别系统从卡萨布兰卡一家医院的自动贩卖机里发现了吴书航的踪迹，而且拍到了他双手浸湿的清晰图像。”说罢，他将手机递给叶晨，画面正是 AI 从自动贩卖机监控里截取的图片。图片上，吴书航正在一个中年男子的搀扶下穿过急诊的大厅，能够清晰地看到他2只手都已经没了。叶晨见此，不由笑道：“吴飞燕这败家娘们儿果然睚眦必报。吴书航的左手是靠我一颗重塑丹长出来的，理论价值至少上千亿，他竟然说斩就斩了。